下赵新梅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没呢，好了会喊你的。哎，淑荣，你怎么在呀？你也在这儿，新梅。新梅，我好高兴啊！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当妈妈了。你怀孕了？我觉着啊，肯定是你把喜气传给我了。哎呀，新梅你真好！我要赶快回家，告诉经理这个好消息去。医生，这书上说的几种助孕方式，我全都试过了，我怎么还是怀不上孩子呢？你上一次的流产对身体伤害太大了，所以你必须有个心理准备，很可能这一生你很难再怀上孩子。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呀。那不一样，我们现在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，这房子里有你爸，有你妈，还有你妹妹。我怎么着都像是一个外人，我只能待在这个几平米的房子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哪儿也不想去。你看新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不是外人啊！哎，是不是妈又说什么话给你气受了？妈上岁数了啊，这老小孩嘛，回头我劝劝她啊。那好，你就去劝劝你妈，把那套新房子给咱们吧。啊？不是，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那房子留给淑荣结婚用。那叫说好了吗？跟谁商量过呀？他问过你的意见吗？要是真有新房子，那不应该先紧着你吗？你是长子。新梅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有点过了啊。那房子是妈的，妈愿意给淑荣，愿意给我，那都得听她的嘛。再说，淑荣是我妹妹。是，你当哥的心疼妹妹，愿意把房子给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房子要真是给淑荣，那也好了。问题是你妹要嫁人了，嫁的是那个劳改犯。你听说过哪家嫁闺女还送房子的？咱们家淑荣是赔钱的货呀。我们总不至于大方到把一房子白白送给一个劳改犯吧？是，那齐伟他是劳改犯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谁让淑荣她铁了心就爱上齐伟了呢？那齐伟也就快成为咱俩的妹夫了。就算为了我妹妹，我也愿意让他们住这好房子。陈果，要是咱们俩以后有了孩子呢？你还打算让他住在这个又冷又破的小屋子里吗？新梅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呢，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努力改善咱们的生活条件。可是你要说现在让我去抢淑荣的房子，我这当哥的，我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新梅，咱们不聊这事儿了，好吧？你先把这热水喝了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凉了之后，你胃就硬更难受。来，你知道我胃为什么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因为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新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我们的宝宝会在这个小破屋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陈果，这就是你当初给我许诺的幸福啊！不是，那
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我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。我有了这个孩子，我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给他足够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想，我就偷偷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一个人难受就好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来过，他走了你也不会难受。你可不能这么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直到今天你妈说会有一个新房子开始，我真的觉得才有了一丝希望。我觉得我们有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我现在要去争这个房子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新梅，你怀孕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行，那我跟淑荣说说去，我试试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啊，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是吧？嗯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先说。我跟齐伟啊，我们俩聊了好多事儿，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是吗？都聊什么了？厂里不是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吗？齐伟打算用来做一些小买卖，这样肯定比清洁工赚得多嘛。挺好。我们还打算用剩下的钱装修一下新房子。齐伟说家里是一定要安地砖的，一个是干净，二来屋里亮堂，地砖还能反光呢。是，反光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不是有事要说吗？你说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新梅啊，怀孕了。真的呀？你可以呀！哎，爸妈知道了吗？小点声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我这开不了口。哎，你说呀。啊，就是，你看你能不能把那房子让给我和新梅？淑荣，你也知道，新梅嫁给我呢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就不忍心让她在这个环境里边生孩子坐月子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所以，你看。我这些年，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的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我们单位一给我分房子，我跟齐伟马上搬出去，把房子再给你们，好吗？陈果啊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屋睡吧。你一直抓着淑荣说话，你让她怎么休息啊？
淑荣啊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荣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生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了。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知青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了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是劳改犯。当然，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会把你们半个人仰马翻、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，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，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。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？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。可是他也知道，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新梅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折磨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啊，就跟着你哥
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。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，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。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但我是真心疼他，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伟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诗荣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住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。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，我就多说最后一句。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我就是担心呢，这个赵新梅打房子的主意。咱们家女儿啊，从小她就单纯、善良，我就怕到时候她因为赵新梅几句好话，再动了心，把这房子让出去。他就是让，不也是让给他哥哥了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让给谁都一样。哎，你不喜欢让闺女跟咱们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赵新梅抢了咱们女儿的工作，现在她又想抢房子，她休想。只要有我在，这回就不能让她把咱们女儿再欺负了。新梅怎么抢工作了？不是她自己考上的吗？别没事找事儿了，睡觉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。不跟你说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欺负我妹妹，再欺负我妹妹，谁让我揍你！走，快带你他。
怎么着了？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啊？七伟，我打算，我在想要不要把房子给我哥。你要把房子给赵新梅？为什么呀？我哥他关节炎犯了，再加上赵新梅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们呢？就算我反对。七伟，我觉得别觉得。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赵新梅。哎，你就算是把金山银山都给她，她照样觉得这事儿是她应该得的，这是她凭着聪明才智得来的。她觉得你依然是个傻瓜，是被她耍得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要把房子给她呢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她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再加上我家这情况你又了解，我再想想，还不一定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做小买卖啦？啊，货都已经寄完了。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比扫大街能多挣点吧。我老觉得不是很踏实呀。我总得多挣点钱呢。我得让你过得好啊，我得让你比赵新梅过得更幸福啊。我就是不愿意你什么都要跟赵新梅比。不是要跟她比，那就好像你这城里扯布，对吧？扯布你总得找把尺子去量吧，去比着看你扯了多少布。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运转的呀，你总得有个东西比对着，你才知道你别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啊。那刚好他就是那把尺子嘛，那我总得比较着，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过得好啊。你吃醋了？我才没那么小气。啊，小娇气包吃醋了？我没有，娇气包吃醋了？我没那么小气。妈，哎呀，妈，我来扫，我来扫，没事没事，歇着，你歇着记得。哎，淑荣，我来扫吧，你不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东西？哎，不用，让他干吧，这才哪是哪儿啊？下面他还得打扫新房呢。啊，那我擦桌子。哎呦，这还是你过门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你打扫卫生的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亏的是你呀，要不然现在忙的就不是你，而是我们家淑荣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起来，陈国还有件衬衣我没烫呢。陈国，你妈现在对我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她现在是揪着我不放了，是吧？当初我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厂里的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哎，更何况我现在跟淑荣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她升职我降职，你妈现在这个态度那就是落井下石。行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，那个岁数大了，难免有时候说话呢就不中听。但是我妈呀，我妈这一直以来对你和淑荣都还是一视同仁的。是吗？你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，你妈对我们真的是一视同仁吗？要一视同仁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新房子住啊？要是你妈真是一视同仁，行，你去跟她说，
让咱们住新房子。新梅，你看你陈果，我跟着你吃苦受罪，我认，谁叫我是你媳妇儿？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也遭这份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我去，好吧？啊，别生气了啊。洗被在哪儿啊，不知道。水凉不凉？我帮你洗。不用，那帮你打肥皂。不用。那行，我等你洗完，帮你晾去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行，那你看我能帮你干什么？哥，你好歹也是部队上堂堂的排长啊，你为了一个赵新梅，我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叔，你哥我也有难处。哥，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考虑？我也有我的难处的。哎，楚荣，那我帮你洗了啊。我还真以为你是来找你妹要房子的，没想到是在这儿学雷锋做好事。不是，新梅，那个。哟，哎呦，苏主任，启伟，哎，你辞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哎，这清洁工怎么说也是靠劳动和汗水赚钱，你弄这套的资本主义的东西，才是不得正道。什么正道不正道的呀？哎，苏主任，您看看家里缺点什么吗？这个袜子是纯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看一看啊，这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，都是正经八百的东西，价廉物美。爸妈，这2年我工作也攒了点钱，我想好了，这里边的钱啊，一半给你们俩，另外一半你就给我包红包，当我的嫁妆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不能花你的钱啊！你攒点钱挺不容易的。你嫁妆的钱呢，我们都已经给你攒好了啊！你放心吧，真好，放心吧啊！那个，叔荣啊，那个房子妈不是给你们了吗？嫁妆钱我看就算了。你还真别说啊，咱们俩结婚那会儿，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房子了。就我一个姑娘家，还倒追陈国呢，跑到山里头去找他，那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能跟陈国在一起。没什么就没什么。是，所以那个妈，咱们是不是再考验一下启梅？考验呐，那都是暂时的，谁不会装几天算呢？
我认为吧，可以把这个想要的条件、达成的目的，那都摆在桌面上谈清楚了。要是行呢，就在一起；不行呢，就算了，省得日后啊发现和自己算计的不一样，再成天找别扭、闹矛盾。新梅，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她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是，妈，您就体谅体谅新梅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他爸，这可是没想到啊！哎，你确定她是怀孕了？怎么早不怀晚不怀，单单这时候怀啊？也不会是为了抢房子吧？是不是？是，爸妈，你看你们说的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真是误会新梅了，是吧？她怀没怀孕，那我还不知道啊。再说，您就不相信她的话，还不相信我呀？好，儿子，妈相信你啊，妈相信你。这怀孕了好啊，这可不能亏了我们家大孙女，你说是吧？那房子的事儿，我就再想想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啊，吃饭吧，吃饭。哎呦，哎，阿姨，生意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我听说你辞了职，到这儿来卖东西，我想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我这儿争取早日让淑荣过上小康生活。那就好。啊，你能不能把这儿先收一下，跟我去一个地方？我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，行吗？行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来，阿姨，这里是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托关系啊，把家里那套大的新房子换了2套小的，一套新一点，一套旧一点的房子。你看啊，新梅呢，她不是怀了牛家的后代了吗？我就跟她爸爸商量了一下，就把那套新点的房子呢，让他们俩住了。这套老一点的房子呢，就给你们住吧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没有。等有了时间，有了机会，我再给你们换一套新的。阿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，不小。真的？那我还担心你心里头不高兴、不理解呢。哎呀，其实这样说起来，怪我没本事让淑荣住上更好的房子。那我们俩能有您给的这么大的房子，我觉得其实已经真的挺好了。我谢。七伟啊，你真是好孩子。你看我吧，我也是没福气，我没娶上懂事的儿媳妇儿，得了你这么个懂事的女婿，哎呀，我也算是有福气了。一个女婿半个儿嘛，是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没事，狼狈点，坐这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儿，别磕着了啊！哎，放马，我先上去，再往上扒扒。
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们别把自个儿磕着了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没事，你先往里去吧。成哥，你膝盖不好，你就别搬重的了，你去帮我倒杯水吧，热的啊。行，那慢点啊。往外去，往外走。她现在是个孕妇。哎，你怎么出来搬东西来了？你这放着。不重这个。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就别搬了吧，上里边歇着。去，里边歇着。哎，你轻点，里面有东西。来，媳妇。好，水。那么烫啊！烫。你现在烫的是我，以后你烫的就是咱们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我哪学来？哎，来，媳妇儿。真好看啊！这个看着才像是婚房啊。那也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呀。哎呀，要我说，咱们这孩子生出来啊，第一个要谢的就是姑姑和姑父。你说要没你们，这孩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吗？那都是咱们孩子命好，一出生就可以住好房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命就不好呗？那什么，这收拾差不多了，我简单啊做2个菜，你们俩就在这垫吧一会儿得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哥，我们也打算回去了，走吧。好，那行，那改天我都收拾好了之后过来了个底啊。改天我请大哥跟嫂子吃顿饭吧，过不了几天就是我跟淑荣大婚的日子，我请大哥还有嫂子一起见证一下我们俩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那肯定去，我亲妹妹，送送你们，我送送他们啊，走啊。问一下赵新梅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没呢，好了会喊你的。哎，淑荣，你怎么在呀？你也在这儿，新梅。新梅，我好高兴啊！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当妈妈了。你怀孕了？我觉着啊，肯定是你把喜气传给我了。哎呀，新梅你真好！我要赶快回家，告诉经理这个好消息去。医生，这书上说的几种助孕方式，我全都试过了，我怎么还是怀不上孩子呢？你上一次的流产对身体伤害太大了，所以你必须有个心理准备，很可能这一生你很难再怀上孩子。你在沙发上睡着了？
你做这么多菜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都等你等1天了，做了1桌子菜，本来想等你回来一块儿吃的，结果菜凉透了你才到家。早知道啊，我就不让你去舞厅上班了。这么多钱哪来的？这1个月挣的。这么多啊！我要是不在舞厅能挣这么多钱，啊，在哪儿1个月能挣这么多钱？有了这个钱，你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。啊，等将来有了孩子，你想给孩子买什么就能给孩子买什么。不让我去舞厅上班，上哪儿来这么多钱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本来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你怎么就先知道有孩子啦？你看。呀，回来了。每天喝的醉醺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啊，媳妇儿啊，没办法啊，这不都为了咱这舞厅吗？是吧？再说都是道上的朋友，哎呀，都得应酬。哼，都怪你，每天喝成这样，害我要不到孩子。要不上就要不上啊，孩子有啥好？多糟心呢，是不？我要了孩子也不要你管。懒得跟你废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在菜市场碰到赵新梅了，她在给牛成国买王八补身子呢。你看，人家都在要孩子。啊，行，那你就找牛成国生去吧。啊，你放屁！洗澡睡觉。赵新梅，你这次的工作量是35件。组长，为什么我的那么少啊？我们这次的任务工作量呢是每人60件成衣，但是按照厂里的规定，怀孕的女工可以适当的减少工作量，所以刘淑荣，你这次也是35件。哎，组长，我没那么娇气的，就怀个孩子嘛，不用给我减免工作量，我不想搞特殊。我也能完成60件。组长，我也没有任何不适，我能跟大家一样完成工作的。淑荣啊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，碰到你家七伟了，他呀一再请求我，千万不能让他的媳妇儿累到，所以啊，你是不能增加工作量的，我得替他照顾。他净瞎操心。哎呀，魏然，恐怕今天咱俩连面条子都吃不饱，这是不是太悲惨了？子光，你可千万别泄气啊！你就说这点困难算什么呀？等咱哥俩将来事业成功了，你想过这样困难的日子你都过不上了。嘿嘿，到那个时候，那是山珍海味、玉液琼浆，吃不完的吃，喝不完的喝。所以，你就应该看淡眼下物质的不足，以咱们的宏伟蓝图为指导，抬起头来向前看。那所谓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
必先饿其体肤嘛。我没你那么大野心，我就图能赶上自己爱干的事。所以这体肤以后你得多饿着，以免影响你立大业成大国。这面条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别！你看吧，这个我吧，将来肯定是不能这个独吞这个剩下的果实的，是吧？是。这个所以呢，眼下呀，这些低级的物质的追求啊，我也得仗义的帮你们分担一部分。别，这我肯定得帮。这别闹了，好不容易吃点东西，咱别又消耗完了。你这么的，咱俩老规矩，猜拳，一盘为定啊！来，猜丁壳。三局2胜呗。这么愿赌服输？不是你看我是不是老爷们儿？哎，我分你点吧，你这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老爷们愿赌服输啊，分你点吧啊！你要真独吞了胜利果实，我这段日子白遭罪了吧？哎呀，说实在的啊，所有的同学都说我是痴心妄想，只有你一个人相信我，肯帮助我。哥们儿，这心里啊，真挺感激你的。哎，但我真的坚定地认为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咱这成果一定会进入千家万户，带来一场革命的。咱弄这东西叫什么来着？电脑。你看他们两个是不是有了？看牛淑荣那个吐法呀，怀的肯定是个大胖小子。赵新梅吐的次数少，吐不出东西，怀的肯定是个丫头。为什么呀？这一看你没经验了吧？丫头心疼妈，不忍心折腾妈呗。嗨，谁说我吐不出东西来了？我一大早起来就吐了，胃都吐空了，现在哪还吐得出来？哎，我说，那你可得准备点小零嘴放兜里啊，不能饿着自己，是不是？你看人牛淑荣，那口袋里装的鼓鼓囊囊的。上个月是20，这个月哎，
今天几号呀？我忘了。24号。哦，24号。我觉得那红豆包好吃。是吧？明天再给你拿。哥，来啦！哎呀，辛苦了，我给你买了糖葫芦。哎呀，可想吃了。哎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看你，我不知道你们俩一块下班，要不然我就多买一串了。大哥呢？没来接你啊？他哎呀，这个孕妇呀，大着肚子下班不安全。陈国他去邮局给我取银耳去了，那银耳是他托了好几层关系，从哈尔滨特意寄过来的紧俏货，可好了。要是淑荣你也想吃的话，你就上我们家来拿，或者上班的时候我带过来给你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好。西门，哎，大哥来了你们，来了。哎，等着急了吧？那个我今天夜班，你这临时跟同志换了个班嘛？啊？嫂子呀，以为你去邮局取银耳了呢。啊，还没寄到呢。哎呀，我都饿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好，那我们俩先撤。对，我们走吧，吃饭去了啊。行，慢点啊。好，哥。哎，生气了？那什么，西梅，我合计了一下，从明儿开始呢，我中午我就不在单位吃了，我中午回家，提前呢把这个营养晚餐给你准备出来，这样你晚上回去你就有。你整天就知道说吃饭，你做个饭跟我要那么大功干嘛？啊，你不知道孕妇都喜欢吃酸的。酸的。哎，西梅，慢点啊！齐伟，你能不？你这样赵新梅回去又要跟我哥闹了。闹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好闹的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见不得我过得比他好。你又是托人照顾，又给我带吃的，他能不闹吗？你过得确实比他好了，他就应该知道自己不如你过得好，没有你幸福，他就应该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。齐伟，你能不能什么？你能不能多注意身体啊？你看，最近累得黑眼圈都出来了。西梅，来，搞银耳大草根。啊，啊，又要吐了，来，快，小点，来。还说我怀不上孩子，真是庸医。新梅，没事吧你？我没事儿，我好着呢。真没事啊？啊，赶紧，回去歇着。没事啊。来，赶紧趁热把那个再喝点。我才不要喝呢！你没看我刚才一喝就吐了。啊，那行，那就先不喝啊。陈国，哎，你以后能不能对我用点心啊？你别整天弄个汤汤水水的糊弄我，你就不知道给我营造一个舒心的环境
啊，你就不知道从细节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？舒心的环境，细节上，不是新梅，我已经够细心的了。你想，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打扫卫生了，说不上是一尘不染吧，但至少也是窗明几净。你要觉得哪儿不干净，我现在就收拾去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舒心的环境，又不单单只说你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就是了啊！周围的人对我的呵护，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爱，都是一种环境。周围的人啊，那周围的人又不是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手底下那些兵，我命令人家，人家也不听我的呀。怪不得当初你得从部队回来，就你这个死脑筋。那，你不用去命令人家，你可以嘱咐别人呀，这样就有更多的人替你来关心我、爱护我，我的心情就会很好了。行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把你身边人啊，我绕着圈的我都嘱咐一遍啊，给你营造一个舒心的环境，行不行？你千万不能生气啊，孕妇生气这个影响胎儿。哎，陈果，你说你妹妹跟我现在都怀孕了，要是淑荣生个儿子，我生个女儿，怎么办呀？那怕什么呀？你放心啊，新梅，在我这儿绝对没有重男轻女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只要是咱们俩的孩子，啊，我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，舒心的日子。炖什么呢？真香！骨头汤，给咱们家俩孕妇补补身子的。爸妈，你回来了啊！回来好啊！我给你们炖了骨头汤，一会儿就得。行。妹妹回来以后呢，咱们就吃饭啊。好，那个爸妈，给你们买了点水果罐头，别不舍得吃啊。买什么东西呀？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下次别买了啊！别买了。妈，这个罐头现在挺流行的，而且可以放好长时间呢。您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妈，哎，回来了啊！我们我怎么就那么几个苹果呀？淑荣啊，你嫁过去之后没受什么委屈吧？怎么了，妹夫？给我妹委屈受了？大哥，这我淑荣怀着孩子，我不是想着等将来孩子落了地，那有的是要花钱的地方，所以您别嫌弃啊。哪儿的话呀？省着点好，我们呢什么都不缺。不缺。齐伟啊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俩结婚以后，淑荣这衣服啊穿得好多了，脸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。我知道你啊真心对淑荣好，我们放心。不过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你穿新衣服了，你也别太委屈自己了。这样吧，回头啊，妈给你买身新的。买一身。对，买一身。爸，我这衬衣一模一样的，我换衣服。齐伟，我知道你对淑荣啊是真心的好。哎，妈把淑荣托付给你，这是妈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。绝对正确。对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些呢是你哥哥嫂子拿来的。我们俩岁数大了，也吃不了这么些甜的。你们呢，待会儿吃完饭以后，你们呢就都把它拿走吧。都拿走。妈，这罐头啊是好东西，你们俩自己留着吃吧。爸，真的不用。淑荣，妈给，咱就拿着吧。是啊，淑荣，你就拿着吧。陈国他心疼我，家里囤了好多罐头呢。反正明天我们给爸妈送过来就是了，对吧？
我喝汤。啊，咱们吃饭吧啊！我去端汤。来，妹夫来，搭把手，搬上桌子。哎，来，汤来了，骨头汤。挺香，一会儿多喝点。那我来，妈，我来。啊，你先，你先。哎，我先给你盛啊，这个多吃点肉骨头补一补。哎，可以了，太多了。哎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是，你就得吃这个汤渣儿，喝汤这都是汤渣儿，他们也不吃，你就吃吧啊。真的太多了，我吃不了，你自己弄一点吃。行了，你俩可以了。淑荣啊，齐伟说的对，你现在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，多吃点啊。你也吃，吃。新梅，你不吃，不喝这个。我现在看到这肉骨头，我就想吐。那我给你做个荷包蛋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不，那个我也会想吐。干嘛？跟你说，我这有备而来。书上说啊，这个西红柿止吐，洗干净。